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夜晚的地球卫星图啊？朝鲜半岛那里对比真的特别明显。我看到过，南边韩国，哇，灯火通明，亮得跟什么似的。北边呢，就几乎一片漆黑，可能就平壤有那么一点点亮光。对比非常 stark，非常鲜明。但是啊，这跟你给我的材料里一个事实反差特别大，还挺让人惊讶的。就是说，大概在几十年前，70年代末那会儿，朝鲜它居然比韩国要富。哦，这个倒是真的，那时候他们人均 GDP，差不多快$600了，有工厂，能造拖拉机什么的，还有免费医疗。那韩国呢？当时是什么情况？韩国那时候才$500多，刚从战争废墟里爬出来没多久。嚯，这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起点。按理说，同根同源，起点，朝鲜还稍微高一点点。对呀，但你看现在几十年过去，完全反过来了。韩国现在人均 GDP 都超过$34,000了，妥妥的发达国家。而朝鲜呢，还在$1500上下挣扎。是啊，而且不光是朝韩，你这份材料你还提到是好多对比，像什么新加坡和尼日利亚、瑞士和刚果金。对，很多这种强烈的对比案例，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分析一下你带来的这些资料，看看能不能挖出来决定一个国家贫富的那7种，关键的但平时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隐形力量。好啊，这些力量其实它不是单独存在的，更像是做菜的配料，得看怎么搭配，怎么相互作用，他们共同塑造了一个国家往前走的路。那我们从哪开始呢？不妨就从最根本的一个选择开始吧。经济上是给更多自由呢，还是管得更严？你看，朝韩就是一个现成的完美的实验场。对，简直就是对照组。2战后都一穷一白，朝鲜选了计划经济，对吧？是的，政府管一切，生产什么分给谁，你干什么工作拿多少钱，基本都是定好的。初期好像还行，靠着苏联老大哥帮忙。每年大概给$10亿援助，建了300多个工厂，所以70年代数据上看，确实一度比韩国还要好。但这就像温室里的花，看着好看，但不经风雨。对，计划跟不上变化嘛，政府再厉害也不可能算准所有细节。材料里不是提到吗？上边让工厂猛造拖拉机啊，对，结果农民真正缺的是锄头、镰刀这种小农具，拖拉机用不上，堆仓库里了。这就是问题。而且干好干坏一个样，那大家的积极性，自然就下来了。可不是嘛？最要命的是那个外部的援助一断，比如91年苏联解体，援助没了，朝鲜经济就哗啦一下几乎垮掉了。后来就是所谓的苦难行军，工业基础到现在还是很弱。那韩国呢？他走了另一条路。韩国就选了更多的让市场说了算，政府的角色更像是搭台子的，或者说找机会的。对，不是自己撸袖子下场去干所有事儿，而是当推进器和裁判员。你看朴正熙那个时候的5年计划，重点不是规定你必须生产多少辆车，而是想办法怎么帮你把这个钢铁厂建起来，怎么帮你把船卖出去。比如给浦项制铁低息贷款免税，帮现代重工去国际上抢订单，是这个意思吧？没错，而且他们很早就把门打开，让国内企业去跟国际对手竞争。三星一开始不是卖干鱼的吗？对，后来政府鼓励他搞电子，给外汇额度，支持他去日本学技术，一步步才有了今天。现代汽车也是，一开始技术不行，就跟福特合作，先学着。当然，也不是完全放任不管。这个很重要。韩国政府不是甩手掌柜，它是有为政府。比如，他会打击垄断，保护中小企业，抓质量也特别狠啊。那个例子我印象深刻，出口产品不合格，老板得去机场当众烧掉，还得道歉。对，就是这种放和管的结合，比较好的激发了经济活力，才有了后来的汉江奇迹，几十年高速增长。所以，这第一种力量的关键不是管不管，而是怎么管，是包办代替，还是创造环境？可以这么理解，管制的经济有点像把鸟关在笼子里喂，短期安全，
但鸟儿失去了自己飞的能力。自由一点的市场呢，就像把鸟放出去飞，同时提供一个安全的窝儿。虽然有风险，但鸟儿能学会飞，而且可能飞得更高。核心就是让大家觉得我努力干，我创新是能挣到钱，能得到回报的。有道理。那好，有了动力，大家开始挣钱了。但这钱怎么用？用到哪儿去？这就涉及到第二种力量了，廉洁对腐败。对，这个太关键了，它直接关系到发展的成果，最后是大部分人受益，还是被少数人拿走了，决定了经济的公平性。你材料里新加坡和尼日利亚的对比，简直是天上地下。是的，起点又是一个巨大的反差。新加坡65年独立，啥都没有，就一个沼泽地小岛，喝水都得找马来西亚买。而尼日利亚呢，60年独立，那真是老天爷赏饭吃，石油储量世界前几，还有黄金大片的耕地，简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但结果呢？新加坡现在人均 GDP 7万多美元，全球最富的国家之一。尼日利亚呢，守着油田，人均 GDP 才2000美元，70%的人一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而且你看那些细节，尼日利亚自己产油，国内却经常停电，港口效率低得吓人，货物能卡3个月不动。新加坡那边3天搞定，这差别也太大了。为什么会这样？廉洁和腐败在这里起到了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之一。新加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那套近乎严苛的反腐机制。李光耀一开始就抓得很紧，对，铁腕反腐。他们那个贪污调查局叫 CPIB， 权力非常大，可以直接调查任何人，包括部长甚至总统都不需要通过警察。材料里那个例子很震撼，一个国家发展部长因为受贿50万新元被查，李光耀不给求情，最后自杀了。李光耀说这是新加坡的悲剧，也是胜利。这个案例确实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他们还搞高薪养廉，对吧？让公务员工资高一点，减少贪的动机。工资跟私营企业高管挂钩，但规矩也特别严，收个几十新元的礼物都不行，跟商人吃饭有限制，退休去哪里也有限制。抓到就完蛋。对，不光开除，财产冻结，养老金全没，而且政府运作很透明，预算呐、项目周标啊，都在网上公开，钱怎么花的，大家都能看到。这就创造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环境。没错，一个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所以外资愿意来，慢慢就成了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反过来看尼日利亚那边的资源就成了诅咒。某种程度上是的。有估计说，独立以来，因为腐败损失的钱可能高达几千亿美元，占了他们 GDP 很大部分。那个国有石油公司高管贪污几百亿美元买豪宅飞机的案子，太夸张了。那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腐败的后果是全方位的。自己产油，结果国内还得高价进口汽油。因为炼油厂管理混乱，走私猖獗，电力设施投入不够，大部分人用不上电。本来该给农业的补贴被摊了，结果粮食得大量进口。港口也是，层层都要好处，物流成本高得离谱。对，其他产业根本没法发展，最后人才也留不住啊，每年上百万的精英往外跑，太可惜了。所以你看，廉洁和腐败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国家挣来的钱到底为谁服务？廉洁的国家，钱能更多的用在公共服务和发展上，形成良性循环。腐败横行呢，那财富就被少数人吸走了，公共服务瘫痪，社会不公平，最后把整个国家都拖垮了。规则不公平，谁还有信心去投资、去建设呢？说得对，规则公平了，钱也能用到对的地方了。那接下来就需要人了，对吧？得有人能干活，能把事儿做好，把资源用对。这就带出了第三种力量，教育。人毕竟才是最核心的资源。奥地利和巴基斯坦这个对比也很有意思。对，二战后的奥地利也是一片废墟，也没什么自然资源，但他们做了一个很关键的决定，大力投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他们投了多少？从50年代开始，就很稳定的把 GDP 的4%到5%投入到教育里。
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比例。而且他们的教育模式很特别，那个叫双元制嘛。对，双元制，一半时间在学校学理论，另一半时间直接去企业里当学徒，跟着师傅干。听起来很实用啊。非常实用。比如你想当个高级技工，那就在学校学基础，同时去比如西门子这样的工厂里实践操作。好处是学生一毕业就能上手，企业也高兴，因为培养出来的人才正好是他们需要的。企业甚至会参与设计课程。这种对人的投资回报怎么样？回报巨大。奥地利国民识字率非常高，超过99%，这支撑了他们的高端制造业，像那些高精度的机床，还有发达的制药业。人均 GDP 超过5万美元，而且社会相对比较平等，贫富差距不大。那巴基斯坦呢？情况好像不太一样。巴基斯坦其实独立的时候，人才底子不算差，有不少受过英国教育的精英。但可惜的是，后来长期对教育不够重视，投入很少。对，教育投入长期在 GDP 的2%以下徘徊，有时候甚至更低。这个后果就非常严重了。具体表现呢？现在还有差不多40%的孩子没上小学，成年人的文盲率也很高，尤其是女性，可能有超过1亿人连基本的读写算术都成问题。哇，这个数字太惊人了。在农村地区，情况更糟糕，缺学校，缺老师，老师工资很低，1个月可能就200美元左右。很多孩子很小就辍学去打工，或者早早结婚了。这样的话，即使有人接受了教育，可能也留不住。对，人才流失非常严重，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医生、工程师很多都出国了。据说有高达60%的医生最后都离开了巴基斯坦。国内的医疗资源因此就特别紧张，每1000人才1张夺病床。这不就成了恶性循环了啦？完全是，越穷越没钱投教育，越不重视教育，就越难摆脱贫困。劳动力技能普遍不高，只能干些低端的农业或者附加值很低的制造业。国家发展缺少后劲，外资也不愿意来，人均 GDP 只有1500美元左右。所以这背后其实是怎么看待人的问题。没错，重视教育就像把种子种在好土里，好好浇水施肥，它就能长成大树，结出果实。忽视教育呢，就像把种子随便扔石头缝里，要么长不大，要么长歪了。所以要发展，必须先投资人，普及基础教育，搞好职业培训。这不光是给经济加油，也是提升整个国民素质，减少社会矛盾，实现长期稳定的基础。好，有了人才，接下来是怎么用好手里的资源？很多国家明明资源很多，但还是很穷。比如刚果金。对，但有些国家像日式，几乎没什么资源，反而特别富。这就引出了第4种力量，是只会提取资源，还是懂得转化资源？刚果金的资源那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呢。怎么说？钴占了全球储量的70%，还有大量的锂、铜、钻石、黄金。有报告说，这些资源的总价值可能超过24万亿元美元。哇，那他们应该很富啊。但现实是，人均 GDP 大概只有5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他们基本上就是挖出来就卖，提供的是最原始的矿石，附加值非常低。你采量里那个钴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对，1吨钴矿石可能就卖1万美元，但加工成电池材料可能就值5万了，再做成电池成品可能值20万。最后用在手机、电动车里，那价值可能翻了上百倍。刚果金只赚了最开始那点辛苦钱，对，利润最薄的那一部分。而且那种开采方式往往很落后、很残酷，大量的手工开采，用童工，安全条件差，环境污染严重，老百姓也得不到好处，很难，反而可能陷入资源诅咒。这些资源成了冲突的导火索。各路军阀抢矿区，赚了钱又去买武器打仗，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外资更不敢来投资建加工厂了。那我们再看看瑞士。瑞士正好相反，国土小，资源少，但人均 GDP 超过9万美元。他们靠什么？就靠转化的本事，把普通的东西，甚至是别人的东西，变成高价值的产品。最典型的就是手表，劳力士、百达翡丽这些。对。
进口的是钢材，可能不贵，但靠着上百年的技术积累、精湛的工艺、顶尖的设计和强大的品牌，做成一块表，价值翻了几百倍甚至上千倍。每年光手表出口就200多亿美元。不光是手表吧？当然，还有制药，也是进口各种原料，但他们有强大的研发能力，能做出像罗氏、诺化那样的高附加值药品。还有精密机械，同样是进口钢材，但能造出精度高到吓人的机窗仪器。瑞士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觉得是长期的技术投入，对质量近乎偏执的追求。你看他们手表有点瑕疵都要销毁，药品研发10几年，临床试验很正常。还有就是成功的品牌坚守，他们卖的不光是产品，更是瑞士制造这块金字招牌。所以提取和转化的区别，本质上是如何让资源增值。对，光做搬运工，挖多少卖多少，就像在地里拔了萝卜直接卖，不值钱。那转化呢？转化就是动脑筋，花功夫，把萝卜做成精美的泡菜，甚至提取里面的有效成分，做成保健品，那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要想实现这种转化，就需要技术和人才了。没错，这就又和前面的教育联系起来。国家不能只盯着自己有多少矿、多少地，更要看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变成更高价值的东西，在价值链上往上爬。有道理。好，假设一个国家有人才，也会转化资源了，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如果满足现状，不继续往前走，会不会也有问题？当然会，这就带出了第5种力量。创新对停滞，原地踏步，在现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其实就等于退步。日本和菲律宾的对比，好像又能说明这一点。是的，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50年代，二战刚打完那会儿，日本一片废墟，人均 GDP 才192美元。而菲律宾呢，当时有美国支持，基础相对好一点，人均 GDP 是231美元，比日本还高。对。那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菲律宾的发展前景更好，但几十年后的今天，结果完全反过来了。日本成了世界第3大经济体，人均 GDP 4万多美元。菲律宾呢，人均 GDP 大概3500美元，产业结构还是比较依赖农业和低端制造业，很多人需要出国打工寄钱回家。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关键点？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日本选择了持续的创新之路。他们战后就非常明确，要靠技术立国。虽然一开始也是模仿，对，模仿起步，但非常注重学习和改进，也就是边学边创。政府层面很早就立法支持科技发展，研发投入占 GDP 比例一直不低。企业层面呢，也敢于投入，比如丰田。对，丰田当年差点破产，但还是坚持搞精益生产，大幅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最后打败了美国对手。还有索尼，从电饭煲开始，到晶体管收音机 Walkman， 再到 PlayStation 游戏机，一直在创新。即使遇到挫折，也能调整。是的，比如他们的半导体产业曾经做到世界第1，后来被美国打压，但他们很快就转向了其他方向，比如闪存、显示面板等。这种持续创新的能力，让他们在没有多少自然资源的情况下，成为了科技强国。那菲律宾呢？为什么停滞了？菲律宾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后来经历了长期的政治不稳定，比如马克思独裁时期，还有后来的政变，这使得国家缺乏长期的发展规划。腐败问题也严重。对，这也阻碍了投资和公平竞争。更关键的是，在产业发展上，他们似乎没有抓住机会进行有效的技术升级和创新，一直停留在比较低端的环节。感觉是这样。农业的规模化程度也不高，制造业主要是做些服装、鞋子之类的代工，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近年来，服务外包，比如呼叫中心发展起来了，但这个技术含量和利润率相对还是比较低的。这就容易陷入一个怪圈。对，一个停滞循环。因为缺乏创新，产业附加值低，就赚不到多少钱，赚不到钱就更没有资金投入研发和教育，人才看不到机会就往外跑，人才流失了，创新能力就更弱了。
所以光有好的起点或者一时的优势还不够，必须得有持续创新的勇气和投入。没错，创新就像是给国家发展装上了一个不断升级的引擎，停滞呢，就好比引擎熄火了，甚至在倒退。政府需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鼓励大家去尝试、去冒险，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创新能够开花结果。赚到了钱，也有了创新能力，但这个钱怎么花、怎么管也很重要，对吧？是为长远考虑，还是图一时痛快？这就引出了第6种力量——审慎对浪费。你看，挪威和委内瑞拉这2个国家都是靠石油发了家，但最后的结局真是天差别别。这2个例子确实特别有警示意义。都是在60年代发现了大油田。对，那时候挪威也就是个欧洲中等国家吧。委内瑞拉在当时已经是拉美比较富裕的国家之一了。50多年过去，挪威人均 GDP 超过8万美元，日子过得非常好，福利也好。委内瑞拉呢？现在人均 GDP 跌到只有1500美元，比发现石油之前还低。恶性通货膨胀，物资短缺，老百姓苦不堪言。同样是挖石油，怎么差别这么大？关键就在于挪威人从一开始就特别有远见，特别审慎。他们发现石油后，没有头脑发热，马上把钱都花了，而是决定这钱不能现在就花了，得留给子孙后代。所以他们设立了那个主权财富基金，对，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法律规定，每年大部分的石油收入都必须存到这个基金里去，政府只能用这个基金投资产生的收入来补贴财政预算，等于说是本金不动，只花利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而且投资策略也比较保守，分散投向全球的股票、债券、房地产，控制风险。现在这个基金规模大得惊人，超过1.4万亿美元了，相当于给每个挪威人都存了一大笔未来养老金。而且挪威没把所有鸡蛋放一个篮子里。对，他们并没有因为有了石油就放弃了其他产业。他们的渔业，比如三文鱼出口是世界第一，林业、旅游业也搞得不错。现在还在大力发展风电、水电这些新能源，经济很多元，抗风险能力就强。那委内瑞拉呢？完全相反，可以说是走了完全相反的路。他们的石油储量其实比挪威多得多，70年代也确实扩过，福利搞得很高，被称为南美沙特。但他们犯了好几个致命的错误。哪几个？第一，只花钱不存钱，甚至借钱花。他们没有设立类似的财富基金，石油收入基本上都花光了。特别是在查韦斯时期，70%-80%都用来发福利，还借了大量外债。结果油价一暴跌，比如2014年那次，国家财政立刻崩溃，只能疯狂印钞票。第二个错误呢？第二，经济结构太单一，完全依赖石油，其他的产业比如农业，因为有油挣钱容易，就没人好好搞了，补贴也取消了，结果连吃的都得大量进口，制造业也基本垮掉了。第三个错误更要命。对，第三个错误是，连他们赖以生存的石油产业本身都被内部的腐败和管理不善给搞垮了。查韦斯时期大量安插亲信，专业人才流失，设备长期不维护，炼油厂老化严重，开工率极低，最后弄到什么地步？一个世界级产油国居然需要进口汽油，真是太可惜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这就是审慎和浪费的巨大差别。审慎的国家懂得未雨绸缪，把意外之财或者不可再生资源带来的财富用于长远的投资和多元化发展，就像一个会理财的家庭，总有积蓄应对风险。浪费的国家呢？就像个拿到一大笔钱就胡吃海喝的月光族，只顾眼前享受，花光了算。一旦外部环境变化或者钱花完了，就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了。当然，这里的审慎不是说小气，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投资教育、研发、基础建设，这些能带来长期回报的地方。明白了。说了这么多，终于到了最后一种力量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决定大方向的，长期主义对短期主义。对，这可以说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顶层逻辑了。文章对比了中国和俄罗斯。
这两个国家在7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起点都不算特别高，对吧？中国刚改革开放，俄罗斯刚从苏联解体出来。对，中国刚经历文革，经济不太行。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不少家当，但经济结构问题很大。40多年过去，差距非常明显。这个确实。现在中国 GDP 总量是18万亿美元，俄罗斯大概是2万亿。差距巨大。文章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采取了长期主义的策略。而俄罗斯在一些关键时候可能选择了一些短期主义的做法。中国的长期主义怎么体现？首先是改革开放这个大方向一直坚持下来了。对，持续性很重要。而且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一蹴而就。比如先搞深圳这些经济特区试点。试点先行。成功了再推广，一步步来。像深圳就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和创新中心。对，翻天覆地。俄罗斯那边呢？文章说，苏联解体后，他搞了个休克疗法。这个很有争议。像一步到位，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结果呢，价格一放开，通货膨胀失控了。老百姓损失惨重。对，很多人的存款都变成废纸了。国有企业匆匆忙忙私有化，很多好资产被低价卖给了少数人，形成了寡头。造成了很大问题。这些寡头呢，只顾着捞钱，不太愿意投入去搞长远发展。短期行为。其次就是太依赖卖资源了。还是能源。发现卖石油、天然气来钱快，就没太用心去发展其他产业，也没怎么搞科技创新。路径依赖。这就导致经济结构特别单一，国际油价一跌，或者被别人制裁，经济就很难受。对，抗风险能力差。文章提到，像2014年和2022年，俄罗斯经济都遇到了大麻烦。在科技创新上投入也越来越少，从以前占 GDP 的4%降到了1%多点儿。这个降幅很大。结果就是人才流失，产业升级跟不上。像 IT、汽车这些行业跟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后劲不足。这样一来，俄罗斯经济就有点原地踏步，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大，贫富差距还挺悬殊的。所以长期主义 vs 短期主义，核心就是看多远。战略眼光。长期主义就像盖楼，得先打好地基，虽然慢点但扎实，将来能盖得高。对，短期主义呢，就像图快，先盖一层起来再说，看着快，但一阵风就可能给吹倒了。国家发展确实需要长远的规划和定力，不能为了一时半会儿的好处，把长远的路给堵死了。是的，但这似乎也意味着要搞长期主义，对领导层的稳定性和政策的持续性要求特别高。确实是这样。好了，到这儿，咱们把文章里说的这7种决定国家贫富的力量都过了一遍。回顾一下：自由 vs 管制，廉洁 vs 腐败，教育 vs 忽视，转化 vs 提取，创新 vs 停滞，审慎 vs 浪费，还有最后的长期主义 vs 短期主义。对，这7对关系。而且要记住啊，这7种力量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有联系。对，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你想想，没有教育培养出足够的人才，那转化和创新从哪儿来呢？有道理。要是没有廉洁这个底线作为保障，自由市场也可能被扭曲，变成少数人捞钱的工具，发展的成果也保不住。它们就像一套复杂的齿轮一样，得互相咬合，才能让国家这部机器顺畅运转。说好，像齿轮一样。没错。那我们回到开头说的朝鲜和韩国，他们现在巨大的差别，不就正好说明了文章的观点吗？是的，一个国家能不能富起来，关键可能真的不是天生有什么资源或者地理位置好不好，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在这些关键点上，他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对，选择比天赋更重要，某种程度上。文章最后还引申了一下，说这7种力量不光对国家有用，对个人也有用，对我们个人发展其实也很有启发。你仔细想想，我们需要思想上的自由，对吧？不被各种条条框框束缚住。对，独立思考。需要做人做事的廉洁，守住自己的底线。政治
需要像重视教育一样持续学习，不断给自己充电，投资自己。终身学习。需要有转化能力，把学到的知识、技能真正用起来，创造价值。知行合一。需要有点创新精神，敢于尝试新事物，不怕失败。对，拥抱变化。花钱得审慎，得有规划，别稀里糊涂成了月光族。理性消费。看问题、做事情得有长期注意的眼光，别只顾着眼前那点利益。对，格局要大。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也许就是无论是对一个国家，还是对我们自己，命运可能真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事在人为。那么在今天这个变化这么快、不确定性又这么高的世界里，你觉得对一个国家或者个人来说，这7种力量里面哪一种或者哪几种变得尤其重要了呢？这是个好问题。或者说，我们该怎么用好这些力量，给自己，也给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个问题，我想可以留给你，也留给所有听到我们这次讨论的朋友们，可以继续琢磨琢磨。